民间俗话常说一猪二熊三老虎，说野猪的攻击力和破坏力要比熊和老虎等都要强，对人的威胁也最大。这是真的吗？野猪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凭什么排名比老虎和熊都要高呢？首先不得不提野猪那巨大的体型了。成年野猪体重在200到300公斤，最大的能长到400公斤。东北虎在它面前完全不够看，黑熊也不过能勉强跟它持平。所以在力量方面，野猪是当之无愧的王者。并且雄性野猪还长着又长又坚硬的獠牙，战斗的时候能轻松穿透对方的皮肉，给对方造成巨大的贯穿伤。雌性野猪的獠牙虽然不如雄性那么长，但猛地冲过来同样能给对方好看。这对獠牙平时经常被用来拱地面挖掘食物，上面有不少细菌病毒，被它拱伤后很容易引起伤口感染，致命性丝毫不比猛兽差。再一个，野猪的攻击性和被绊倒，并且它的脖子还十分短粗，无论是人还是其他动物，都很难通过锁喉或者是攻击脖子来很快杀死它。当然，野猪到底是杂食动物，它的猎杀能力是远远比不上老虎和熊的，只是它的身体皮糙肉厚，像一个防御力极高的肉盾坦克，所以显得非常难搞。跟老虎这种爆发力强、捕猎技巧高超的对手相比，野猪完全不是对手。不过，同样以防御力和体型闻名的黑熊，对上野猪会如何呢？黑熊是熊科里的老三，体型仅次于北极熊和棕熊，重量在200到400公斤，同为杂食动物。它不像老虎那样啥形象大，猎杀能力和捕猎技巧也相对一般，但是它的体型和力量跟野猪不相上下，并且不像野猪那样只会横冲直撞。它庞大的体型和力量可以发挥出比野猪更大的威力。黑熊保留了比野猪更多的食肉结构，它拥有又长又硬的大爪子，可以轻松切开猎物的皮肉。它的犬牙坚硬而锋利，颌骨肌肉十分发达，咬合力高达600公斤，比老虎都要强。它们的后腿肌肉发达，可以支撑它们像人类一样站立，在视野上压制野猪，同时用2只有力的前爪发动更加灵活的攻击。因此，虽然同是走防御路线的肉盾，黑熊还同时兼具不小的攻击能力。在猎杀能力和捕猎技巧方面，它要比野猪强一些。此外，黑熊虽然体型不如棕熊和北极熊大，但是作为熊科，它可以碾压绝大多数普通动物，并且相对较小的体型使它的行动更加灵活，攀爬能力十分出众。虽然比不上老虎、豹子等猫科动物，但绝对可以碾压野猪。最后，黑熊的攻击性也不算小，它们攻击人的记录特别多。2007年2月，云南的钟某跟邻居一起上山游玩时，突然遭遇黑熊整张脸被撕掉。同年3月，黑龙江的伐木工人徐某在野外作业时被黑熊掀了大半块头皮。在之后的09年、13年以及17年，都有黑熊袭击人的新闻。虽然它们的数量不如野猪那么多，但攻击力可一点也不差。那么，当野猪对战黑熊，同为重量级肉盾，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？在体型和力量方面，它们不相上下，同为皮糙肉厚的肉盾，它们的防御力同样都不低，速度也基本都在48公里左右。因此，它们之间的对决比的就是攻击力、攻击手段和战斗技巧。先说攻击手段，作为杂食动物，它们的狩猎方式都不如老虎那样的肉食动物丰富。野猪的攻击就是獠牙贯穿和身体冲撞，黑熊的手段相对多一点，除了用嘴咬和身体撞之外，它还可以用爪子撕扯，或者站起来用前掌击打。在战斗技巧方面，它们半斤八两。野猪会在植物匮乏的冬季寻找地底下的蛇或者老鼠来吃，黑熊喜欢抓饭级力不大的鱼、兔子等小动物，偶尔也会吃腐肉。不过熊经常跟狼群抢食，跟老虎争地盘，战斗经验相对丰富。而野猪除了同类争配偶外，很少遇到同一生态位上的竞争，偶尔遇到老虎也基本会被捕食。总的来看，黑熊在保证防御的同时，攻击力同样不小，而野猪生存基本靠皮糙肉厚硬抗，力量虽然大，却很难转变成攻击力，除了冲撞，别的技能几乎没有，所以黑熊要更胜一筹。事实上，在自然界里，黑熊的地位确实比野猪高一些。虽然绝大多数黑熊很少会主动捕食野猪这么大的猎物，但它们共同的对手老虎却已经做出了不同的反应。面对黑熊，它们会下意识选择雌性的或者未成年的个体；面对野猪的话，无论是否成年，只要老虎饥饿无比，它都有可能会下手。